启禀皇上，怜才人又怀了，这次怀了7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新进宫的宫女声称自己天生孕体，能为子嗣艰难的皇帝开枝散叶。然而，她怀孕我孕吐，她小产我见红，还未等巫师进宫，她就怀了7胞胎。她生产那日，我下体破裂，活活疼死。她却靠着这几个孩子，成了尊贵无双的皇后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她被太医诊出怀孕的那一天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真不愧是天生孕体，这么快就有了朕的子嗣，朕的江山终于后继有人了。皇上龙精虎猛，臣妾怀不上孩子才奇怪。哎呦，臣妾也不是有意嘲讽各位姐姐啦，只是她们受了皇上那么多宠爱，连一个蛋都下不出，实在是有负皇恩啊。尤其是贵妃娘娘，这些年被皇上宠幸了这么多次。皇上，听说怀孕之人吃过的菜会给女子带来好运，不如皇上就把妾身面前这盘鱼赐给贵妃娘娘，让她整盘吃光。爱妃当真是善良，贵妃还不快谢谢莲儿。陛下恕罪，臣妾身体不舒服，就先回寝殿了。前世我本就不停地反胃，吃了这盘鱼后立时呕吐不止。皇上还以为我也怀孕了，兴奋地叫来太医，太医却说我不曾有孕，我落了一个嫉妒假孕的名声。皇上更是大怒，将我禁足。皇上，你说贵妃娘娘是不是看不上妾身和妾身肚子里的孩子，所以不肯吃臣妾吃过的鱼？贵妃，今天这盘鱼你必须吃完。他还不知道，刚刚我已经偷偷让侍女去拿了10包堕胎药。既然她将怀孕的种种不适反应都转移到了我身上，那我一剂堕胎药下去，她的孩子还能生下来吗？贵妃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也是有了吧？皇上要不要叫太医来，也给姐姐把把脉？虽然怀孕生子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但是对姐姐这种人来说，那可是要命的大事。臣妾未及，就不劳烦皇上了，臣妾先行告退了。回到寝殿，我又让侍女拿来几包堕胎药，一包一包地喝了下去。侍女很快传回消息，莲儿不但一点事没有，还在殿内欢快地跳起了舞。看来只有莲儿的感觉能影响到我，我却无法影响到莲儿，只能被迫接受她怀孕生产的痛苦。这是何其的不公！可我也深知，这一次绝对不能再告诉皇上此事。皇上心中只有子嗣，哪怕他知道我会因此殒命，也不会在意。你立刻去联系娘家人，此事万不可让皇上知道。是，娘娘。自从宴会之后，莲儿似乎确定了什么，更加放肆了。明知有孕初期不能侍寝，却还是把皇上每日叫到他的寝殿里，日日饮酒作乐。我腹痛不止，当晚便见了红。他却跟皇上进言，他肚子里的孩儿要看我的掌中舞。我忍着痛，汗水大滴大滴的滴落，最终体力不支，摔断了腿。贵妃姐姐，你是对我不满吗？我怀着孕都没有说身体不适，你最善舞却假装断腿，大不了我将皇上让给你就是了。
这样争宠真是不要脸。莲儿辛苦怀胎，不过就是想看你跳舞而已，你竟然还有心思争宠！我拖着断腿被罚跪在殿外，跪了整整2个时辰。贵妃娘娘，巫师已经进宫了。我们娘娘还病着，莲嫔您不能。本宫肚子里怀的可是龙子，你敢拦我？贵妃娘娘，当初我刚穿过来，只是一个卑贱的宫女，那时您是何等的风光，何等的高傲。现在风水轮流转，哦不，我还能让你更惨一点。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妖术？这你就不用知道了，反正以后本宫会一胎接着一胎，到时候啊，听说女人生孩子很痛苦的，到时候你有的罪受了。动手！这是什么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当初你就是用法术让我替你承担怀孕的苦楚，现在我不过是把这一切都还给你罢了。不过一群蝼蚁，还以为这些真的会对我有用。怎么会没用呢？皇上，贵妃娘娘嫉妒臣妾能怀上皇上的孩子，竟然找来巫师要害臣妾和臣妾的孩子，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贵妃，你太让朕失望了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，刀是莲嫔自己插进去的，是她要陷害臣妾啊！贵妃，你进宫10年了，10年都没能怀上朕的孩子，如今莲嫔有孕，你不好好呵护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嫉妒陷害。莲嫔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国本。贵妃疯了，谋害皇嗣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，臣请求将她逐出族谱，赐死！赐死贵妃！赐死！来人，贵妃谋害皇嗣，赐毒酒1杯。皇上不可啊！姐姐不过是一时想插，我的龙儿被苍天庇佑也没什么大事，不如就让姐姐给我下跪认错算了。莲嫔娘娘，贵妃谋害的可是您肚子里的皇嗣，若是这次饶过了她，谁知她下次还会不会？是啊，皇嗣何等贵重，只是赐死贵妃已是皇上开恩，对这种恶毒之人不必太善良。不许喝！没有我的允许，谁准你死的？好了，爱妃，别动了胎气了。来人，把贵妃给我摁住，令她跪下来称罪。陛下，臣妾满心嫉妒，不配为妃，请求皇上将臣妾发配冷宫。皇上，你敢害朕判了10年的皇子，若不是爱妃心善，今日便是将你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只是打入冷宫而已，便宜你了。进冷宫之后，不少妃嫔赶来看我的笑话，但我好吃好喝，丝毫不受影响，甚至比进冷宫之前胖了些。冷宫外的莲儿却慌了，她开始孕吐、脱发，甚至在侍寝的时候腹痛不止，当场见红。想到那个场景，楚原哼着小曲儿，关上了冷宫的木门。皇上，求您放楚原出来，臣妾求您了。爱妃这是为何？陛下，万万不可放楚原出来！就这么僵持了半个月，莲儿再次见红了，这次比之前的每一次都要严重。皇上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，
到底还是把楚原放了出来。去，将楚贵妃放出。你倒是聪明，但你逃得出这个皇宫吗？就算你逃得出皇宫，可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想把你抓回来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儿，只是承受些怀孕生子的苦楚而已，总比死强吧。楚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于是当天楚原就扯着白绫在他寝宫前上吊了。反正他之后怀7胞胎，楚原也要死，早死晚死都是死。救命！快把他弄下来！只要一出冷宫的门，楚原就尝试自尽。楚原一自尽，他就开始喘不上气。系统，为什么他在冷宫里，我就不能把怀孕的苦楚转移给他？冷宫也在皇宫里啊！宿主积分不足，不能开启新地图。是的，系统。早在那天毒酒端到楚原面前之时，楚原就听见了一个名叫系统之物的声音。玩家积分不足，绑定 NPC， 死亡玩家将会被抹杀。于是莲儿惊慌失措地拦下了要被刺死的楚原。从那时起，楚原便知道，楚原的命和他的命是连在一起的。楚原猜测，每次生孩子，系统都会奖励那个叫做积分的东西。前世之所以楚原在生7胞胎的时候活活疼死，莲儿却毫不在意，就是因为他已经攒够了积分，不再在意楚原的死活。这辈子他一个孩子还没生出来，楚原要是死了，他也会死。莲儿在门外气得直跳脚，早知道就不选生子系统了，废物！谁知道生个孩子竟然这么难？这个贵妃也是自私，不就是让她帮我承受怀孕的痛苦吗？竟然这点忙都不愿意帮。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突然眼珠一转，有办法了，你等着吧。傍晚，楚原吃了晚饭后便浑身无力昏了过去。等楚原再醒来，整个人被绑在了莲儿宫中的床上，窗子大开着，从楚原方向看出去，能看见远处熊熊的火光。莲儿站在窗前，看着火光笑得得意。她走过来，用尖利的指甲掐住楚原的下巴。系统真是蠢，烧了不就好了？贵妃，哦不，楚原，忘记你现在已经没有封号了，你再自尽一个试试。能替我承受痛苦是你的福气，等本宫将来给皇上生了许许多多的皇子，你爱怎么死就怎么死，只是现在你得好好活着。他让人把楚原绑在床上，又给楚原喂了大量的软骨散。他是打算把楚原一直绑在床上做他的血包，替他承受痛苦到死为止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他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，人却又恢复了曾经那副貌美的样子。而楚原躺在床上，每天都感觉自己的生命被抽走，一天比一天更加疲惫。莲儿恐怕楚原跑了，他经常过来，坐在楚原身边，神经兮兮地抚肚子。只要这几个孩子生下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等生完了这胎，本宫还会生第2胎、第3胎。靠着这几个孩子，本宫会成为妃、贵妃、皇后。楚原看了他一眼，轻笑一声。他像是炸了毛的猫。你笑什么？楚原摇了摇头，什么也没说。他让人把整个床榻都检查了一遍，没有找到任何自尽的工具，才放下心来。一直到他生产前夕，楚原都老老实实地被他关在房间里。他慢慢放下了戒心，哼着歌准备生产。然而等他生孩子那天，楚原却不见了。莲儿捂着肚子，一张脸痛到扭曲。找啊，给本宫找！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？几个月养尊处优的日子，让他对这突如其来的痛感更加敏锐。他躺在床上，痛得直打滚。而楚原早就用曾经的人脉，坐在泔水桶里出了宫。笑死了，他还以为楚原真的会老老实实的留在宫里替他生孩子。想起上辈子恨不得活活把自己肚子剖开的痛苦，楚原打了个哆嗦，拿着假户籍直接奔向了边关。那天，宫里莲儿的惨叫声回荡在皇宫上空，那些羡慕她有了皇嗣的妃子都偷偷砸了自己的送子观音。她生了足足3天，终于生下了3个小皇子。皇上高兴极了，进了她的位分，还给了她不少赏赐。却听说她好像并不高兴，每次看到那3个小皇子，都像看见了仇人。
从前他恨不得皇上日日都住在他宫里，现在却想方设法地逃避事情。只是拜他的天生运体所赐，没过多久，她又再次怀孕了。3年时间很快过去，等楚原回京的时候，她已经又生了2胎，10几个皇子公主全都是从她肚子里面爬出来的。这等荣宠自打开国以来都是头一份的，民间甚至有人称她为送子娘娘。只是她每次听说这个称呼，都要砸一次寝宫里东西。宴会上，她呆呆地坐在上首，原先鲜嫩水润的脸蛋，像是经过几十年的摧残，布满了各种皱纹。曾经姣好的身材也变成了水桶腰，身形佝偻，头发稀疏。但对她楚原却没有任何同情。若不是楚原跑得快，如今变成这样的人就是楚原。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他活该。楚原饶有兴致地吃了一个果盘，突然莲儿垂下头朝楚原看了过来。楚原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莲儿满脸兴奋，让侍卫把楚原带到他面前。我终于不用再承受生孩子的痛苦了。这一次我要打断你的腿，看你还怎么跑。但时隔3年，楚原也不是当初的楚原了。楚原抬起头，轻轻笑了笑。当年你想要靠生孩子封后，怎么生了10几个孩子，皇上还是没有封你做皇后吗？他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面色极为难看。自从他因为生育身材走形之后，皇上看向他的目光总是充满嫌弃，更别提他竟然还在侍寝的时候漏尿。你懂什么？本宫现在已经是皇贵妃了，只要再为皇上生几个皇子，皇后的位置自然是本宫的。倒是你，身为宫妃竟然敢私逃，我已经叫了皇上过来，看到时候他怎么处置你。宫妃私逃是死罪。想起这些年因为楚原逃跑害他受的罪，灵儿兴奋的眉毛都飞起来了。这一次他有充足的积分，足够让楚原去死。但楚原摇摇头，竟然当着他的面轻笑出声。楚原，你得意什么？本来变成这个样子的人应该是你，如果不是你私自逃跑，我怎么会因为生孩子变成这样？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你把本宫害成这样，本宫要让你生不如死。楚原扶了扶额，不解地问他，又不是我让你生孩子的，你想靠生孩子提升位分，这个苦楚自然要由你自己来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胡说什么？莲儿气的眉毛都竖起来了。你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废物，要不是本宫选中你，你这辈子都不知道怀孕生子是什么感觉，这是你的荣幸。楚原被气笑了。怀孕生子的幸福，莲妃娘娘您自己感受就好了。楚原是福薄之人，承受不起，哪像您生个5胞胎6胞胎都轻轻松松。莲妃恶狠狠地瞪了楚原一眼。皇上马上就要来了，待会儿有你好看的。不一会儿，门外传来小太监一声尖令：皇上驾到！一道明黄色的身影走了进来。陛下，姐姐身为皇妃，擅自私逃就算了，臣妾劝她，她竟然还辱骂臣妾。您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！皇上垂头看着楚原。楚原，你可知错？几年未见，他老了不少，眼袋都垂下来了。而楚原这几年在外逍遥，心情好，整个人都年轻了几岁。楚原摇了摇头，臣妾不知。他的目光落在楚原身上，似乎是有点恍惚。楚原和他在莲儿出现之前，也是有过几年甜蜜的时光的，青梅竹马，后宫独宠。可惜因为迟迟没有孩子，他的妃子纳了一个又一个，甚至在楚原生辰那日，在楚原的寝宫里宠幸了楚原的宫女莲儿。他似乎也想起了那些曾经，面色温柔了几分。罢了，楚原。皇上，他的话说到一半，便被人哭哭啼啼打断。莲儿抱着一个小皇子，满脸委屈。当年姐姐便因为嫉妒暗害我们母子，我念着曾经的情义上饶了姐姐一命。可是姐姐身为宫妃，竟然因为对皇上不满就敢私逃。这些年姐姐在宫外也不知道找了多少男人。皇上立刻沉了脸，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楚原，似乎已经确定了楚原找了很多男人。楚原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他是皇上，他可以找无数的女人。
楚原却不能找除他以外的任何一个男人。来人，赐死！莲儿眼里闪过一丝得意，她笑着走过去扶住皇上的手。臣妾又有孕了，不如先将姐姐交给我处置，等皇子降生再处死他。算算时间，这应该就是那个害死楚原的7胞胎了。皇上眼里闪过一丝惊喜。好，好，好，爱妃果然是朕的福星。楚原没忍住大笑出声。莲儿冷着脸，你都要死了，你笑什么？来人，还不快把他拉下去，不要在这里碍皇上的眼。看着就晦气。2个侍卫架住楚原的胳膊，楚原没挣扎，只是轻轻抬起了头。你们不是好奇这3年我去了哪儿吗？皇上摆摆手，让侍卫停了下来。楚原，你是在跟朕解释吗？莲儿眼里闪过一丝嫉妒。姐姐，就算你想活命，也不能在这里诓骗皇上啊！你说的话，你能是真的吗？楚原抬起头，目光落在莲儿怀里的孩子身上，然后轻轻笑了。我去南山找了隐居的了空大师，用了3年才求得他出山。皇上您不好奇吗？这满宫多少女子都没怀孕过，只有莲儿。自从她封妃之后，一胎接着一胎，寻常女子双胞胎都很稀少，她却3胞胎、4胞胎、5胞胎，这是人力能做到的吗？皇上早就怀疑莲儿了，只是她没有子嗣，莲儿刚好解了她的急。这些年朝里也不是没有人怀疑。莲儿尖叫一声：皇上，您怀疑我？来人，来人，还不快把他拉下去！楚原很平静。如果你生的孩子真的是皇上的，如果你真的是正常人，只是和高僧对峙而已，你为什么害怕？又何必害怕？你这样害怕，就只能证明你是吸人血肉的妖怪。我才不过走了短短3年，皇上便老了10岁不止，肯定是你偷偷吸了皇上的寿命。每个人都怕死。听楚原这样说，原来还在犹豫的皇帝立刻让人宣了空大师进来。了空大师皱着眉看了莲儿几眼，又主动给皇上请了脉。他早年便各处行医，对佛法和医术都有一定造诣。他沉默半刻：陛下，您没有生育能力，所以这么多年才没有妃嫔怀孕。陛下，您没有生育能力，所以这么多年才没有妃嫔怀孕。皇上手一抖，茶杯整个掉在了地上。怎么可能？莲儿明明替朕生了皇子。了空唤了声佛号，又说：这位娘娘她不是常人，至于是什么，小僧不知，但她身上确实有一妖术，能将自己的痛楚转移给旁人。莲儿没想到这世界上真的有人会看出她身上的异样，哆哆嗦嗦指着了空大师：你敢陷害本宫！皇上，这个秃驴肯定是楚原的姘头，他故意叫他来陷害本宫的。皇上，我可是为你生了皇子，你……回应他的是皇上重重一巴掌。了空大师年少出家，是赫赫有名的得道高僧。皇上信任何人会被楚原蛊惑，都不会信他会被楚原蛊惑。他咬牙看向了空大师：这个妖物生的孩子和朕……皇上命里无子，强行得到便要用其他贵重的东西来换。这一句宣判让皇上彻底瘫坐在了皇位上。他还有点不信，换来了太监想要滴血验亲，可是那孩子都是莲儿用系统怀上的，准确来说并不属于这个世间，和皇上的血自然不相等。毒妇，你这个毒妇！皇上捂着胸口，一口气没上来，昏了过去。了空大师叹了声，又念了声佛号。现在贫僧已经解开了这一妖术，施主您可以放心了，贫僧就先行告辞了。等皇上醒了之后，立刻差人把楚原叫了进去。他倚在床上，脸上全是落寞。楚原，这些年是朕对不住你，当年你明明说他有妖法，是朕不信了。朕恢复你的位分，往后我们还跟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楚原没回应，他钻进了床幔。那个毒妇呢？来人，把那个毒妇带过来。莲儿再也没有了曾经的高傲，一张脸更加憔悴。他所倚仗的就是那个生子系统，但是那天了空大师已经解开了那个系统，他
他用一个钵盂将那个名为系统的光点收了起来，带回了山里。所以现在莲儿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了。见到皇上，莲儿扑过来抓住了他的裤脚。皇上，这些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怎么能听他们的？他们都在害臣妾，臣妾肚子里可还……闭嘴！皇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揉了揉额角。寻常女子怎么可能一胎5、6个孩子？你根本就是个妖物！从前正是被你迷惑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妖物和他那几个孽种一起都关起来。莲儿挣扎着被人拉了下去，她想当皇后的梦彻底破裂了。等周围平静下来后，皇上看向了楚原，一想到朕曾经和一个妖物同床共枕，朕就觉得恶心。若不是你冒死替朕找来大师，朕还在被蒙在鼓里。这些年委屈你了，楚原，你来做朕的皇后好不好？咱们从宗室过继一个皇子。他眼里满是期待。楚原没有拒绝。1个月的时间，楚原坐上了皇后的位置。从前和楚原断绝关系的父亲重新找上门来，称楚原是他的好女儿。以前那些落井下石的妃嫔也纷纷送来礼物，楚原来者不拒，把所有礼物全都收了。父亲的金银，妃嫔的礼物，通通都被楚原收进了小金库。那天了空大师说皇上不能生育的话，为了皇上的脸面没有传出去。父亲还劝楚原跟皇上生个孩子，皇上也想让楚原假怀孕从宗室抱个孩子，但楚原一直都沉默着，没有回答。直到1个月后，皇上再次病倒了。他这些年一直纵欲，宫里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女人，身体早就不行了。加上之前莲儿的事怒急攻心，伤到了心脉。了空大师那时就说他活不长了，但楚原一直没有和他说。这次的病来势汹汹，他躺在床上彻底起不来了。他在床上咬牙切齿，又恨起了莲儿，都是他诱惑朕，吸走了朕的命。来人，把那个妖女给朕带过来。这时候莲儿的7胞胎已经6个月了。当时把她关起来的时候，皇上并没有让人给她打胎药。现在她的肚子大得像是一张鼓，甚至能看到上面的血管。皇上恨恨地看着她，都是你这个妖女害了朕！他让人掌她的嘴。莲儿拼命地哭着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不玩了，我要回家。可是并没有人回应他。皇上折磨了他一会儿，又昏了过去。楚原叫人把他送了回去，又要太医好好照看。前世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，楚原还记得，怎么会让他轻易死了？莲儿每天在宫里想要自杀，但楚原派去的人牢牢地看着他，让他没有任何自杀的机会。等到7、8个月的时候，她早产了。7胞胎并不是一个普通女子能承受的。她躺在地上哀嚎了2天2夜，和楚原前世一样，活活痛死了。临死的时候依然在咒诅楚原不得好死。终于大仇得报，楚原叹了口气，让人把莲儿葬了。至于他那些孩子都被楚原关进了宗人府。楚原不是滥杀之人，但是他们也注定不可能像普通孩子一样长大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皇上已经彻底油尽灯枯，他躺在床上，眼窝塌陷，面色清白。楚原，等朕死后，你就从宗室过继一个孩子。楚原像曾经刚进宫的时候一样，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。不必过继，知道皇上不能生的只有臣妾和了空大师，大师不会再入世。皇上满脸感动，你为了维护朕的脸面，竟然能接受莲儿的孩子继承皇位吗？楚原，朕很感动，但你也不必如此。那些妖孽不配继承朕的皇位。看他那副感动得不得了的样子，楚原轻轻摸了摸他的脸。皇上，是你不能生，又不是臣妾不能生。忘了告诉你，臣妾已经有孕3个月了。他眼珠瞪得极大，愤怒地用手指着楚原，你这个贱人，毒妇，来人啊！只是还没等外面的侍卫进来，他就一口气没上来，死了。楚原亲手替他主持了丧仪，又宣布了自己有孕的消息，在父亲和其他臣子的拥护下垂帘听政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楚原从宫外抱进来一个男婴。至于楚原肚子里，不过只是一个枕头而已，一个让皇上痛不欲生、
活活气死的枕头。楚原摇摇头，翻看着面前的奏折。往后几十年，楚原都会站在权力的顶峰。